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Ruby 疗愈塔罗。今天我们要占卜的主题是下一个来爱你的人，他会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性格、星座、年龄、工作信息具体是哪些？那你们是怎么相遇的？之后又是怎样发展相处的？这里一共有3组神谕卡，选择与你感应最强烈的一组。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那深呼吸，放轻松，我们开始选牌吧。Hello， 这里是第一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小伙伴，你们下一个来爱你的人，他会是谁？是怎样的一个人？那看到首先这个人呢，可能会偏向风象星座，双子、天秤、水瓶，还有白羊座的信息，就感觉他身上会有风火信息的交织，既有着风象星座理性和逻辑思维，又有着火象星座的行动力，成熟但是温柔，外冷内热。这个人可能会习惯性的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不轻易示人，但是神情和气质中呢，偶尔会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这个人的年龄可能会比你大一些，或者说至少他在心智上面会比你更加的成熟。那从外貌上来看的话，这个人的五官是比较深邃的，高鼻梁，神情比较严肃，不爱笑，然后气场也会比较强，给人的第一眼感觉是比较冷淡、清冷的，但是会觉得他这个人气质很独特，就可能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在人群之中呢，你也无需太多的言语，就一眼就能看到他，他就是站在那里就会吸引大家的注意。然后这个人平时穿衣的风格会偏向简约低调，喜欢选择基础的款式，注重服装的品质和质感，不太会追求那些过于花哨的设计，他会选择那种比较大牌的剪裁，所以说风格上面可能也体现着他比较沉稳内敛的个性。那看到这个人呢，是拥有着强大的内在秩序的，成熟稳重是他性格的底色，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善于分析和思考。所以无论是面对生活中的一些突发状况，还是说工作上的难题，他都是能够沉着应对，有条不紊的解决的。而且这个人有着很强烈的进取心和领导能力，可能在团队中会担任领导的角色。他对于生活、对待工作也是很自律、很严格，那对自己呢也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规划，而且会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不是说每天只列目标但不做的人，他就是有目标而且会有执行力。比如说有规律的作息，按时健身，不断学习。这个人身上的责任感也很强，就他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些他应尽的义务。那在团队之中，就无论是作为领导，他去带领团队完成任务，还是说他会作为一个导师去指导学生，或者是指导新员工、实习生，他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份工作。亦或者这个人就是在家庭中会作为一个默默付出、支柱型的角色，可能是家中的长子、长女，或者是早熟的人，会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就是一个有肩膀、有担当的人。另外呢，看到这个人可能有时候会陷入到一些工作狂的状态，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事业的成功是
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他觉得只要事业稳定，才能为身边的人提供坚实的依靠，所以他习惯在工作中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同时也看到这个人会有一些掌控欲，习惯于掌控全局，喜欢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握当中的，不太喜欢变化和意外。那也可能这个人他处在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地位上面，所以说他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将这个习惯带入到感情当中，不自觉的会想要去主导一些事情。那这往往可能就是来自于他内心深处对于稳定关系的渴望。因为看到后面接连3张宝剑牌都是感觉到很痛苦很压抑的牌，所以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可能并没有像他表面所体现的那样的稳定稳重，他其实内心上还是非常的复杂的，承受着一定的压力和不安。或许呢，可能是在他之前的一些感情经历当中遭受过伤害，或者是他身边的一些感情例子不是很正向，就没有很好的表率，让他觉得可能感情都不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让他没有信心，所以会让他对爱情产生恐惧和不信任。那这也导致他在新的感情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抗拒的，小心翼翼的，不愿意向别人敞开他的心扉。而且他同时又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就不会被感性被感情所左右，这更加使得他在跟别人交往交流的时候就是会不自觉的把人往外推，或者是说想要将自己隐藏起来，总觉得别人是有意的在窥探他，所以他就是会给人一种比较难以亲近封闭冷漠有距离感的这样的一个初印象。但是他并不是没有感情，相反他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浓烈的，就只是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外冷内热，然后不擅长用言语和外在的行动表达，而且呢对于人际交往也是显得格外的小心谨慎，不会外放自己的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感情将自己的情绪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真的是不注意不留心的话，可能很难发现他对于你的欣赏和爱意，他将这份爱意藏得很深。那在旁人的眼中，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具有实力的人，就无论是在专业领域知识储备，还是说解决问题的能力，他都很强。大家看到的都是他独当一面强势认真的样子，但可能只有他自己清楚他自己内心的脆弱和敏感。当你们相遇的时候，也许他正在处在一个生活的转换期，就也许可能是经历了工作上的重大变动，或者是生活环境的改变，也可能就是他正在努力的从过去的感情人际交往的创伤中走出来，处于情绪恢复的阶段。因为宝剑嘛，就意味着他受过伤，而且3张宝剑连续出现，就预示着他受过不小的伤，或者他不止一次的受到伤害。所以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他会很谨慎，不会轻易的表露自己的真实的想法，也不会轻易的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另外这边有雷诺曼卡牌 Book 和 Letter， 那这象征着他的行业是与知识信息处理紧密相关的，可能在教育领域他是一个老师学者研究工作者，需要不断的挖掘新的知识和理论，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或者他就是从事写作创作方面的工作是一位作家编辑在出版社媒体领域工作。
就也可能是参与到这种书籍杂志的出版或者是一名记者编导，向大众呢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另外这个人也可能从事就是行政幕僚、教育培训等与信息企划、策略、思维相关的工作，就可能需要为其他的公司团队制定一些计划和策略。就整体而言的话，这个人他是一个头脑清晰但是感情内敛的人，可能正在从内心的伤痛中恢复过来，所以在未来的相处中需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慢慢的打开他的心门，让他感受到爱与信任。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你们是如何相遇，然后关系又是怎样发展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权杖的牌，然后有一张吊人，所以权杖的信息结合起来，就预示着你们的相遇会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充满了惊喜和意外。可能就是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当中，在异国他乡的某个街头，或者是在一场宴会活动当中，你们突然有了交集，偶然之间目光交汇，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也可能是在工作上一次出差，一次新的项目的合作，在新的环境中你们认识彼此。另外呢，也不排除你们是通过线上交流认识的，或者是在某个兴趣小组的群聊当中，你们因为共同的话题而建立关系，拉近距离，然后从陌生到熟悉，感觉你们对于对方产生好感就在一瞬间。即使你们之前可能已经认识了，以前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或者没有对他产生想法，但就是在突然的某个瞬间，你就确定是他了。可能都没有说表露出太多的情感，只是在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但就是刚刚好某一个点，或者是他说的某句话，某个动作、某个行为，或者是某种感觉，就是一下子击中了你，触碰到你，让你们产生出那个火花。所以你们不是说在逐渐的相处之中，慢慢的去评判这个人，说这个人这方面也不错那方面也可以，对他整个了解之后做了一个综合的评价觉得这个人好像还可以相处。你们不是这样的，你们就是一瞬间的上头，一瞬间就确定了就是他。那你们的关系呢，会呈现出稳定与转化的双重特质。权杖4就意味着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会给彼此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就你们可以一起布置你们温馨的小家，或者是在周末的午后一起享受悠闲的时光。就两个人应该都是比较顾家的，那这种稳定的关系会让你们感到安心和舒适。另外看到你们的这段关系是受到家人朋友的祝福的，他们很支持你们，也很看好你们。另外呢，这张吊人的牌则预示着你们可能会因为这段感情而经历一次深刻的内心转变，你们对爱情的看法和认知会发生改变。就也许你们曾经在爱情中过于自我了，不懂得妥协和付出，不会主动的去关心照顾别人。那在与他的相处和交往过程当中呢，你会慢慢的去学会沟通，学会换位思考，明白爱情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和付出，所以你会慢慢的去学着给予和关怀。看到你们的关系中是有很强烈的灵魂层次的疗愈信息，所以两个人可能是彼此的救赎，在一起成长陪伴的过程当中，会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让彼此的关系更加的深厚。那权杖国王也显示出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对方会更多的扮演照顾这样的角色。他会像守护宝藏宝贝一样无微不至的关心你，无论是在生活中的琐事还是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他都会积极的为你出谋划策，也会陪着你一起发牢骚吐槽，就让你感觉到满满的爱意和安全感。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天使的回应，宇宙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祝福和指引。首先第一个是 peaceful resolution， 和平解决。还有一个是 yes， 是的。最后 success， 成功。那这3张牌呢，给到我们一个非常积极振奋人心的信号啊。Peaceful resolution 就代表着无论是感情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和困难，你们都能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去解决。就人和人的相处中肯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嘛，那更别说亲密关系，两个人走得越近就越容易被对方的刺所刺伤刺痛。但是看到你们两个人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两个人的情绪其实都很稳定，面对矛盾不会大吵大闹，而是选择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沟通，倾听彼此的想法和感受，而且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最终呢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让矛盾得到妥善的化解。而且这个过程呢不仅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拉近你们两个人关系，加深你们感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另外呢 Yes 这张牌就是宇宙给予你们肯定的回答，它坚定地告诉你这段感情这个人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是值得你投入其中的。无论你曾经对爱情有过多少的迷茫和怀疑，无论你已经等待了多久，那此时此刻遇到的这个人，你完全可以放下顾虑，勇敢的去拥抱这份感情，因为看到他给到你的能量是非常积极正向的，或许他能够给你带来非常美好的体验。还有一张 success 也预示着你们感情会取得成功，会携手走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阶段，两个人呢共同去创造属于你们的幸福生活，也许会步入婚姻的殿堂，组建一个温馨的家庭，又或者说你们在生活上事业上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实现你们的梦想和目标。总之呢，这段关系是值得等待的，它会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你曾经黑暗的角落，疗愈你过往的伤痛，也陪伴着你走过以后非常重要的阶段，会让你在爱中感受到安定，且被深深的看见。那宇宙会给你送来一个稳定、成熟、值得依靠的对象，他会用他的爱和关怀，让你重新相信爱情的美好。所以恭喜我们第一组的小伙伴，希望你们能够遇到这个人，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Hello， 这里是第2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爱你的人，他会是谁，是怎样的一个人。首先看到这个人的星座信息，有很强的水象特质，双鱼、巨蟹、天蝎，另外呢还有一些火象能量，白羊和射手。那这种水火交织的能量就让这个人感觉是充满了神秘的魅力的。那从牌面来看的话，这个人的年龄大概率与你相仿，或者是稍显年轻一些，也有可能是他这个人的心态比较年轻，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喜欢一些年轻的事物，始终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和纯真。那这个人的外表给人是一种亲切感，
不是很有攻击性的长相，可能会是一个娃娃脸或者是圆脸，就是很可爱。或许他会是一个单眼皮，那也许就是五官走向是那种比较淡眼系、温和温柔的，不是那种很深邃能够给人很强的冲击力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人的身材方面可能会偏瘦，特别是女生的话可能会很苗条，个子也会中等偏高，身材不错。男生的话就也是偏瘦，但是有力量，可能是因为平时比较热爱运动，喜欢健身，所以他可能会有肌肉，有腹肌，或者是他平时喜欢在户外运动，所以呢，皮肤是很健康的颜色，然后身上呢也没有太多的肉，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艺术家的特质，穿衣打扮也会别具自己的风格。这个人平时应该还挺爱美的，会注重自己的穿衣，不是随随便便就每天都穿同一个 T 恤就出门上班这样子的，他是会花时间考虑今天应该如何搭配，所以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是很精致、很美丽、帅气的，而且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穿一些具有风格、具有艺术特点的服装。也可能他喜欢穿那种宽宽大大的衣服，就把自己包裹在里面，反而呢就显得自己更单薄了，薄薄的一片。就他穿衣服可能并不是追求很昂贵的品牌或者是服装的质感，但他很在意的是服装的设计。就这个人可能会买一些小众的设计师品牌，那整体的搭配也是以随性、自然、艺术、独特为主，就会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展露他们的特点。另外呢，这个人可能会从事一个需要穿这种奇装异服的工作，比如从事戏剧啊、表演，或者是他这个人就本身喜欢 cosplay，需要平时带妆上班等等。那圣杯一呢，就反映出这个人他的感情世界是非常细腻的，对爱情呢也很渴望，满怀着浪漫主义情怀，期待着能够与爱人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童话故事。那看到在爱情里面，他绝对是一个愿意付出，处处为对方着想，关心体贴爱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愚人和权杖骑士又显示出他的灵魂是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喜欢冒险，喜欢广阔的天空。那对于一切的新鲜的事物，他总是充满了孩童般的好奇与热情。他这个人会非常的喜欢大自然，会喜欢徒步、登山、骑行、冒险、旅游等等一切能够与大自然亲近的活动。就这个人的身上有一股子孩子气，但是又并不幼稚，反而是一种对待生活充满热情与活力的体现。在他身上就不是死气沉沉的，他这个人身上没有班味，反而充满了就是那种积极的正能量，会喜欢变化、新奇新鲜的事物，就有一种年少轻狂、敢想敢干的天真，但是呢又莫名其妙的让人觉得很热血。因为他的天真并非轻浮，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源于对于世界美好的信任。他可能在生活中更多的是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所以活得会更加的轻松自在、积极乐观一些。那在他的眼中，生活到处都隐藏着惊喜，等待着他去发现、去探索。另外呢，这个人他并不是像看上去这样，就好像很年轻，是一个愣头青，没有阅历，不切实际、不务实。那在他看似随和、开朗、自由、洒脱的外表下呢，其实会有一颗理性且智慧的心。这个人非常的聪明，而且学习能力也很强，愿意学习，
就它像一块海绵一样，会不断的吸收各种各样的知识和养分。他可能知道的东西很多很杂，你跟他一起探讨什么，他都能说上一二。这些东西可能并不是源自于书本上的知识和学习，更多的是来源于他在生活中的真实的体验和观察。就他能够从人们忽视的细节中获取重要的信息，那从切身的感受中获得智慧，从而呢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独特且完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体系。而且这个人本身自己也可能有着一技之长，或者是说他在擅长的领域已经做得会非常出色了，是一个顶尖人才。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只懂得享受的快乐的草包。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可能的让自己过得轻松自由一些，去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其实这样的人在现在的生活中是很难能可贵的，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智慧的人。那这个人的职业可能会从事一些比较需要技术技艺的工作比如说建筑设计、服装设计、艺术创作、戏剧表演创意表达等相关的工作。就是他独特的创意和敏锐的审美可能会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能力。那这个人也可能会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在一个小团队里面工作。那雷诺曼的花束和 Lady 淑女就表示，她的工作可能是与美学、审美、疗愈、女性等领域是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美容师、美发师或者是从事与美相关的行业，也有可能就是从事跟心理疗愈相关的行业，比如说心理咨询、瑜伽、按摩等等。那亦或者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音乐家、乐器演奏家，是有着艺术家特质的。那也有可能他这个人就是简单的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比如说广告文案广告策划、会展策划等等，就是需要为客户去提供一些创意和设计方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如何相遇，然后相处的模式又是怎么样的。首先看到是月亮加太阳，所以很有可能你们的相遇会发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氛围，有些朦胧模糊的情境当中。所以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在社交平台或者是在一个小组的群聊当中你们有了交集，也可能是朋友之间无意的提起，让你们对对方产生兴趣。那从月亮到太阳，能量的转变就预示着你们的关系，你们的相遇其实是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是从迷恋到真爱这样的一个转变。你们的关系是在互动了解的过程中不断升温，走向明朗的。所以说最开始的阶段呢，你们彼此对于对方的了解还如同隔着一层薄纱，感觉朦胧不真切。那对这个人可能也是充满了很多的好奇和疑惑的，就觉得他身上可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方，与众不同的地方，让你产生疑问，产生好奇。但是呢，随着你们两个人之后互动的增加，你们就会被对方吸引。那同时有月亮和太阳两个牌，可能也预示着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上是比较互补的。他的热情开朗恰好呢弥补了你的沉稳内敛，反之亦然。你们两个人就是非常合拍，很默契，很互补。可能他的想法有点太天马行空，太飘的时候，你就会及时的拉住他。又或者是他会在你很消极、很不开心、情绪很 down 的时候调节你的情绪，带你去旅行、去探索，在你不想出门的时候逼着你走出去，
这段感情关系里面，你们两个人是能够互相激励、陪伴、共同成长的。就像刚才说的，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充满激情、正能量、阳光的鼓励你。那可能他在感到困惑、想法很多的时候，你也会给予他比较中肯的、务实的建议和支持。而且看到你们两个人对于这段关系也是充满了期待，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谈一谈而已，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长久的发展的。两个人都不是玩弄感情的人，对这段感情都很重视，同时呢，也害怕自己的某个决定就会影响他的走向。所以说对于未来你们是充满了期待又有一些担忧的。而且审判还有宝剑2就意味着你们的这段感情会带着你们重新的审视自己过去的感情模式，让你意识到曾经那些在感情中被你忽视掉或者说避而不谈的问题。比如你们可能曾经在感情中会过于的迁就他人，失去自我。那在跟这个人的相处交往过程中，也许是他帮助你，让你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也许也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成长了，你长大了，所以你在关系中会更加的在乎自己的感受，不会委曲求全。又或者说比如你曾经是不太懂得如何处理感情中的矛盾和冲突的，你是很害怕两个人发生问题的，很害怕两个人吵架，那可能就是在跟他的相处交往过程中呢，你们两个人就经常发生冲突。那对方又是一个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不会藏着掖着，不会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在他的影响之下呢，可能吵得多了，你也就不再害怕争吵，不害怕将问题暴露出来。就看到你们两个人在这段关系中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成长和进步的，特别会是在两性交往和相处的课题上面会有一个巨大的成长。但同时也是看到由于你们两个人的性格、成长背景、价值观、目标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差异，所以在你们的相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观念上的对立，沟通方法上也可能存在差异。就像刚才讲的，他会直截了当的表达他的想法，但你可能会更加委婉含蓄，甚至会选择避而不谈。所以说这个呢是需要你们在相处中解决的问题。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天使的回应，他们对于你的这段感情的祝福和指引是 perfect timing 完美时刻，还有一个是 wait 等待，还有 let go 释放。那宇宙明确的告诉你这段关系是对的，但现在还不是完全成型的时候。 perfect timing 意味着你们的相遇绝非偶然，是宇宙精心的安排了一场奇妙的邂逅，会在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在你完全准备好，所有的条件都已经成熟稳定，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人送到你的面前。所以 wait 需要等待，你需要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可能你说你已经等了很久了，你不想再等了，但是天使给到你的答案不是否定，他告诉你时机未到，不要着急，你先让自己先成熟起来，做好迎接爱情的准备，让自己在碰到这个人的时候是最好的自己，是发光的自己，一下子就吸引到他的注意。那最后呢，天使也是想要提醒你释放你的一些情绪，比如说对于长久等待的失望、失落，或者说是过去感情中的一些伤痛，还有呢就是对爱情的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待，或者是一些固执的观念和执着。这些旧的包袱会束缚你的脚步，限制你的视野，让你看不到更多的机会，看不到正确的人，也让你无法轻松愉快地走向新的情感。所以希望你能勇敢地放松一些，放下一些束缚，
让宇宙的能量能够自由的流动起来。那在能量的流动过程当中呢，宇宙就会为你带来这段美好的缘分。那以上就是我们第2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希望不久后的你们就能够遇到这个人，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Hello， 这里是第3组。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爱你的人他会是谁，是怎样的一个人。首先来看他的星座信息，这组的话土象元素会比较重，那就是金牛、处女、摩羯。另外看到还有天秤座、双子、射手座的特质。这个人的话感觉性格会比较复杂，年龄会跟你差不多，或者说他可能会比你成熟一些。外形上面感觉这个人的风格是比较多变的，就各种各样的风格他都能够驾驭得很好，所以这个人的长相应该还是挺不错挺优秀的，因为时尚的完成度就是靠脸嘛。那他既然能够驾驭各种各样的风格，就说明他其实自身的条件是非常不错的。那他给人的整体的印象就是干净利落、简约大气，很有气质。那这个人的话脖子会比较修长好看，那侧脸也很好看。男生的话他的下颚线会很明显很锋利，脸上就是不是很多肉。女生就脸是尖形的，不是圆形或者是方形的，是那种很典型的瓜子脸。那这边星币8还有教皇，就说明他这个人的性格是比较沉稳内敛的，做人做事也有自己的原则，不会轻易的许下诺言，因为他们知道承诺的重量。但是呢，他们一旦做出承诺就会坚守到底，绝不食言，所以对爱情也会非常的忠贞，是一个非常讲究诚信正义的人。另外可能有些人在生活中会带着一些体制内教育、宗教或者传统文化的影子，这可能和他的工作有关，也可能和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古板守旧的人，只是说他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个逻辑。这个人他对自己的道德品质要求会很高，就有些事情他觉得不对不好不应该做，他就会严厉的拒绝。所以可能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会显得不够那么的圆滑，但他对待每一个工作、每个任务、每个责任都是非常的认真负责的，会追求完美，不放过一个细节。所以整体第一印象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事业有成、坚守原则、能力很强的人。那其次看到这边会有圣杯7，圣杯7就表示这个人的思想思维很活跃，经常对未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并不是一个顽固或者说只会下力气干活的人。他有想法、有内涵、有深度，脑海中呢会经常的思索人生的方向，会考虑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比如说当下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还是说娱乐圈当中发生的一些八卦，他都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当然呢，他们也会在内心呢憧憬感情、憧憬爱情，只是他们憧憬的这个感情可能更多的还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之上的，就他们是经过了一些综合的分析、仔细的考量之后，然后才在内心深处对于感情的幻想形成一个具体的画面，并不是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美梦。另外也有可能这个人会时常处在一个被人拍马屁、阿谀奉承这样的环境当中，就他可能会有一些权利或者是一些资源，会经常受到别人的夸奖、赞赏、吹捧。那因为这边有星币8的加持，所以他这个人不会因为这些就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知道这些都是假象而已，都是别人为了利用他讨好他的手段而已，
所以他根本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不会当真，而是会专注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另外呢，这边权杖国王也是再次强调，这个人可能手里确实是有权力的，可能是领导，或者是物质经济实力很不错，也可能他总是在自然而然的成为团队中那个做决策、提供解决方案、扛起责任的关键角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人，能够获得别人的信任。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总是积极的，具有行动力的，带着憧憬的，甚至会觉得这个人有很强的好胜心，有很高的追求和目标。但是在他强硬的外表之下呢，隐藏着一颗柔软而渴望被理解的心。他在生活中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习惯了照顾他人，为别人遮风挡雨，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所以也看到他会有疲惫的一面，渴望在感情中找一个能够依靠的港湾，希望能够被爱人温柔以待，理解他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职业，因为有星币8还有教皇，所以他很有可能是教育行业的老师、教授、学者，或者是从事与法律相关的，用严谨的态度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可能就是警察、军人、消防员，感觉他很可能会是在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里面工作，从事一些与工程、建筑、金融这些传统行业有关的工作。而且雷诺曼的塔牌这里有一张熊贝尔，就象征着他可能是一个资源掌控者、财务权威或者是管理阶级的人物，比如说企业的主管、公司的老板、主要的经理人、领导层等等，是需要通过他的领导能力来带领团队的。他也可能会是一个创业者，或者是擅长投资的一个行家。看到力量、领导力是他在工作中需要展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garden 就暗示着他的工作或许有公共事业、社会群体紧密相关，可能需要在公众场合保持他的良好形象，需要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社交活动，甚至需要在大众面前讲话，也可能是在一些大型组织活动当中去负责协调各方的关系，解决公司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那社交活动在他的工作中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那我们再看一下你们如何相遇，之后又是有怎样的一个相处发展呢？首先是权杖5，你们相遇的时候可能气氛并不是非常的融洽，或许刚开始你们互相看不上眼，也可能一开始你们会有敌意，在充满竞争氛围的职场环境中，为了一个项目各抒己见，为了不同的看法唇枪舌战，甚至你们可能就为了竞争一个岗位是竞争对手。你们可能一开始就是有点看不惯对方，有点那种欢喜冤家、棋逢对手、相互较量的感觉。你们的相遇并不是一见钟情的浪漫桥段，而是在你来我往的互动、拉扯、较量、试探当中，逐渐的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从而才会愿意了解彼此，然后再到欣赏彼此。看到这边5、6、7、8依次出现，就代表你们的感情发展是非常顺利的。就在你们火花四溅之后，可能两个人并没有太多的纠结犹豫，两个人了解之后就会很来电，情投意合，顺理成章的走到一起。你们两个人的经济物质上面是非常契合的，并且都很扎实，可能两个人的条件都不差，工资都不错。那面对生活中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或者是你们共同规划要买车买房，在哪里定居生活，或买什么电子产品等等，就是一些与经济
支出存储相关的问题，你们往往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不会因为这个产生太多的分歧。就两个人都不是小气吝啬的人，愿意为彼此花钱，经常会给对方送礼物，所以两个人不太可能会为了金钱物质这样的事情争吵。你们两个对于理财的观念还是比较一致的。那圣杯8则意味着你们呢曾经在过往的感情中遭受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背叛，离开你们的那个人让你很伤心，甚至一度让你失去了对爱情的信心，想要放弃对真爱的追寻。然而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那这一段新的感情，你这个人呢就像阳光一样，它穿过阴霾，会照亮你，让你们重新燃起对爱情的希望。看到你们这个人其实本身性格会比较感性敏感，可能对方态度的一点点变化，或者对方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举动，就会让你们不安、纠结、害怕、犹豫。那你遇到的这个人刚刚好，他就是能够给到你满满安全感，他非常坚定的选择你，勇敢的走向你，然后紧紧的抱住你，一次一次的告诉你，你就是最好的，他不会放下你，也不会离开你。就无论是言语上还是行动上，他都在向你表示你对他非常重要。所以当你因为感性敏感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他就会用非常温暖的怀抱和理解的话语来安慰你，帮你重新找回自信。那这个人可能看上去会是一个钝感力比较强的人，所以他会像水一样去轻轻的包裹住你，他不害怕被你刺伤，他可能也感受不到你话里的尖锐情绪，他只是希望当下的你能不要生气，不要哭。你和他在一起是能够感受到被肯定、被需要的，所以其实这个人对你而言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是一个能够帮助你成长，让你安心稳定的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天使传讯，他想要给到你们这段关系的祝福和讯息是，首先第一个是 You are ready， 你已经准备好了。第二是 Remain positive， 保持积极乐观。还有一个是 Get more information， 获得更多的信息。那这一组天使神谕卡的核心在于，你们这段感情即将就要发生，这个人马上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但是呢，你需要调整信念和认知，不要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不要觉得爱情不值得，人间不值得，不要关上自己的心门，拒绝所有人的到来，拒绝所有的可能性。或许过去很糟糕，但是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经历了蜕变和成长。如今的你已经足够的优秀，足够的智慧，能够去经营一段美好的感情。You are ready， 你已经准备好了。无论是外在的物质条件，还是说你内心的强大丰盛上面，你都已经具备了迎接爱情的能力。所以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不要因为过去感情的失败就对未来充满恐惧、担忧和抗拒。你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了，那宇宙看到你变好了，那宇宙就会为你安排合适的人来到你的身边。积极的心态就像阳光，是具有吸引力法则的，能够吸引美好的事物向你靠近。那另外呢，面对感情也是希望你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不要让自己时常陷入消极不安的情绪当中，要对你的选择有信心，要对这个人有信心。最后呢，还是希望你们能 get more information， 在遇到他的时候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因为你们一开始上来就吵架，就觉得这个人不好，否定他的所有可能性。要多花时间去沟通了解，不要被第一印象所局限，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相处，真正的了解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他有怎样的价值观、
生活习惯如何，这样你才不会错过这个与你灵魂非常契合的人。另外呢，也不要被自己心中对于完美恋人的固有的幻想所左右，还是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一开始就拒绝慢热型的对象，因为真正美好的感情、美好的人，往往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考验。那以上就是我们第3组小伙伴的全部信息啦。下一个爱你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希望马上就能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